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胡歌、范伟、唐嫣、杨紫最新入围名单公布。5月30日晚，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单元入围名单公布。不完美受害人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繁花，父辈的荣耀。欢迎来到麦乐村，漫长的季节，南来北往，问苍茫，问心，追风者。10部作品将在中国电视剧单元围绕最佳电视剧奖项展开角逐。其中，年初大热的《繁花》在提名数量上实现领跑，入围了包括最佳电视剧、导演、编剧改编、男女主角、男女配角、摄影、美术9大奖项。这份入围名单有哪些值得讨论的细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剧集趋势更现实、更精品。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重要奖项，每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评选都备受关注。从此前组委会公开报名信息来看，中国电视剧单元的竞争依然激烈。既有深受大众的口碑之作，也有在题材、创作手法上锐意突破的创新作品。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手法依然是白玉兰奖倡导的创作方向。以入围最佳电视剧的10部作品为例，不完美受害人、欢迎来到麦乐村，问心、立足当下，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繁花，父辈的荣耀，漫长的季节，南来北往，兼具时代纵深，问苍茫，追风者更是找到了对历史题材的新表达。与此同时，中国电视剧单元的完整入围名单也明显能看出当前的行业共识：好剧在精不在长。漫长的季节，凡城之下欢颜，极大拓宽了精品短剧的想象力。而30集以内的《繁花》、父辈的荣耀、不完美受害人、尘封13载、装腔启示录也很好的示范了，好故事不等于长篇大论，极致创新更能吸引人。精品剧集的涌现，让今年最佳导演奖入围名单星光熠熠。难得执导电视剧的王家卫，江湖地位自不必说。有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在手，辛爽已然成为观众心中的质量保证。而杨洋、姚晓峰都是白玉兰奖提名的常客，郑晓龙更已经有2座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的奖杯在手。演员比拼更多元、更个性，好剧集必然少不了好的人物、好的角色。每年白玉兰奖的表演类奖项都是竞争激烈，今年也不例外。以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为例，范伟凭借《漫长的季节》中王响一角，领跑《繁花》中深入人心的阿宝，也为胡歌再次挣得提名。而南来北往的马奎、丁勇岱，追风者的沈图南、王阳，以及在《问苍茫》中生动呈现了伟人风采的王仁君，在剧集中的表现也都是可圈可点。最佳女主角的入围名单同样多元。既有《繁花》里人见人爱的汪小姐唐嫣，也有在《故乡别来无恙》演活了都市女性的任素汐，有不完美受害人中以一场法庭陈词感染观众的周迅，也在外婆的新世界里一人分饰2角的闫妮。而作为新生代小花的代表，杨紫以长相思首度提名最佳女主角，她在演技方面的蜕变值得关注。此外，最佳男女配角的入围名单见证了国产剧更有个性的角色的诞生。繁花的卢美玲、范甜甜与范总、董永，表演者张力十足。漫长的季节里的马德胜、陈明昊，有飞扬义气，也有迟暮颓唐。而欢颜的廖凡、问心的陈冲，凡城之下的宁理，也都在荧屏上留下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表演类奖项的入围演员，并非都是电视剧行业年年相会的老面孔。陈明昊过往更多活跃在话剧舞台，范伟、陈冲、廖凡、宁理近年更多地出现在大荧幕上，而姜妍、范甜甜、倪虹洁等都是首次提名白玉兰，这也体现出剧集行业的兴盛、多元与包容。两难之选，繁花不是孤立。
既然是评奖，见仁见智的遗憾在所难免。比如有网友提出，《繁花》中马伊琍、唐嫣、辛芷蕾3位女主角戏份不相上下，表演也都可圈可点，为何最后只有唐嫣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和白玉兰奖的申报章程有关。根据章程，男主角、女主角奖项原则上各填报1人，如确有多男主角或多女主角并存的情况，则填报人数最多各2人，且皆需在剧中占较重篇幅。换句话说，繁花片方在申报奖项时，可能已经先经历了一次痛苦抉择：3位女主角最多只能填报2人，怎么选？片方申报完毕后，组委会则会根据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收视、点播、口碑、市场反响、业界评价等综合数据产生出评候选名单，并通过第三方独立监票机构向由电视业界专家组成的上海电视节选片委员会发送2轮选票，最终根据选票统计结果产生入围名单。从过往的经验看，同一部戏的多位演员参评同一个奖项，很容易出现分票的情况。《繁花》播出期间，观众已经在3位女主角之间摇摆纠结。马伊琍的玲子是稳定发挥的好，唐嫣的汪小姐是耳目一新的好，辛芷蕾的李是国产剧中新鲜又别致的好。想来，参与出评的业界专家们也有过两难的摇摆。